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家会开始怀疑月球内部可能是空的？因为它曾经表现出来的状态根本不像一颗正常的星球。1849年，英国考古学家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在古代尼尼微遗址的废墟中挖出了一块粘土石板，那里埋藏在厚厚黄沙之下，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地区。石板表面刻满了楔形符号，那些符号被极其精准地压进泥土中。那是一种叫楔形文字的古老文字，属于苏美尔文明，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历史超过5000年。后来莱亚德把数百块这样的石板运回了大英博物馆，但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们一直被堆放在仓库中，因为没人能读懂，这种语言早就失传了。直到19世纪末，人们终于破解了楔形文字，并开始翻译这些古老记录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几乎不该存在的内容。其中有一块石板尤其诡异，它并没有把月球描述成一个自然形成的卫星，而是提到月球可能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物体，一个被带入地球轨道的人造构造体，而把它带来的则是一群被苏美尔人称为阿努纳奇的存在。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从天而降来到地球之人。更离谱的是，石板还详细描述了月球内部的结构，里面存在排列特殊的舱室，用于计算轨道位置的机械结构，以及一个被设计出来拥有特定用途的中空核心。而这些东西，人类直到今天都还未必真正理解。按照这种说法，这并不像是古人为了解释自然现象而编造的神话，更像是一份技术记录，甚至像是一张写在4000年前石头上的工程蓝图。而按照主流历史观点，当时的人类甚至才刚刚学会农业，因为很多考古发现远比主流历史课本里讲得更加离奇。而这块石板在部分研究者之间被称作恩努马阿努恩利尔第63号石板，它属于一个更庞大的系列，总共70块石板，组成了人类已知最古老的天文学文献之一。大多数学院派翻译通常只关注里面关于天文观测的内容，比如日食预测、行星运行、金星升起与落下等等。这些内容一直被历史学家用来证明苏美尔人其实是非常优秀的天文观察者，这一点本身并没有什么争议。但问题是，在第63号石板的中间部分存在一段经常被大学翻译版本淡化处理的内容。那段文字并没有把月球进入地球轨道描述成自然形成的宇宙事件，而是一次被刻意安置的行为。石板中使用了一个苏美尔词汇 DB， 意思是搬运、运输、带来，而不是观察或崇拜。也就是说，按照这段记录，月球并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被移动到这里的。更奇怪的是，苏美尔人其实有专门形容天然天体的词，他们用猫偶来表示恒星或者天然存在的天体，但在描述月球时，他们却用了另一个词 Kaika。 这个词并不等于星球或者天体，它更接近于容器或者载体，一种具有功能性的物体，某种被设计出来用来承载东西的结构。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会使用这种词？除非在他们的理解中，月球从一开始就和其他星球不一样。现代最早大规模传播这种观点的人是撒加利亚·西琴。1970年代，他在《第12颗行星》这本书里首次系统提出了这些翻译内容。从第一天开始，他的理论就充满争议，很多主流学者直接把它归类为边缘伪科学，认为他只是为了卖书，故意曲解古代文献。但很少有人提到的是，西琴并不是什么地下室里的阴谋论写手，他研究过古希伯来语、阿拉姆语以及其他闪米特语系语言，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并花了几十年时间对比研究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等文明留下的大量楔形文字。他查阅过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古代石板，而且他并不是只读了一块石板就突然开始胡乱猜测。他真正做的是长期比对数百份文献里的重复内容、语言结构以及反复出现的主题，而最终他发现某些东西不断重复出现，比如阿努纳奇，那些从天空降临的存在，苏美尔人只能用自己有限的词汇去描述他们掌握的技术。还有尼比鲁，一个沿着超长椭圆轨道运行的天体，按照这种理论，它每隔数千年就会再次进入太阳系内部。而月球在这些记载中也并不是宇宙碰撞后形成的自然残骸，而更像是一座被刻意部署到地球轨道上的工程站。
用于观察地球、资源开采，甚至调节潮汐。当然，主流学术界并不接受这些结论，但问题在于，他们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真正逐句反驳西秦的翻译，更多只是直接忽略，或者简单的说他太夸张，误译古文。可一旦要求他们逐句指出哪里翻译错误，很多人又拿不出完整反驳，所以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更像是在回避争议。那么石板里到底说了什么？按照部分研究者的解读，文本提到月球内部存在一系列按照特殊结构排列的舱室，苏美尔人称之为 Kurgal， 字面意思大概是山中的巨大建筑，其中翼这个词本意就是房屋或建筑，但这里并不是普通住宅的意思，而是某种拥有明确功能的结构空间。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像天然形成的洞穴，更像是被设计、被建造出来的空间。其中一个舱室据说专门用于观察地球水域，像是一座监测海洋与湖泊的站点。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潮汐的形成来自月球引力对海洋的拉扯，海水会随着引力不断往返运动，形成周期性的潮涨潮落。但这些苏美尔文献里暗示的却完全不是自然引力这么简单。按照部分研究者的解读，那并不是一种被动现象，而是一种主动维持的过程，仿佛月球内部存在某种正在运作的东西。而第三部分内容则提到了一种被翻译为轨道维持引擎的结构，它的作用是让月球始终稳定锁定在如今的位置，防止它飘离地球或者不断靠近。而真正让人开始后背发凉的是接下来的内容。石板明确提到，月球内部是被挖空的，不是天然形成的中空结构，也不是火山活动导致的多孔地层，而是被刻意掏空的。文中有一个苏美尔词汇反复出现 Seek， 意思是切割、雕刻、移除材料，有目的的掏空。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记载，有人改造了它，某种存在掏空了一颗天体内部，并在里面安装了某种基础结构。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非常疯狂，但真正让这类理论再次被翻出来讨论的是后来 NASA 的一次实验。1969年11月，NASA 的阿波罗12号任务曾故意让登月舱的一部分撞向月球表面。这是一次受控实验，因为在阿波罗11号任务期间， NASA 已经在月球表面放置了地震仪，而这次他们想知道，如果月球受到已知撞击，它会产生什么反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科学家都感到意外，结果那次撞击之后，月球竟然像钟一样震动了超过1个小时，地震仪记录到持续不断的回响和震动，而且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正常情况。因为如果月球真像地球那样是由岩石和铁组成的天然实心天体，震动根本不可能持续这么久。当你撞击一个实心物体时，能量会迅速在高密度结构中扩散，震动也会很快衰减。但如果撞到的是中空物体或者类似外壳结构的东西，它就会产生共振，它会响。而当时的数据表现出来的结果恰恰就像月球是一颗中空球体。来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地震学家吉村义夫在研究阿波罗任务数据后，曾在官方报告中提到，地震波在月球内部传播的方式似乎暗示着2种可能，要么月球内部存在中空区域，要么它拥有一个极其坚硬的外壳，而内部核心密度却低得异常。当然，他并没有直接说月球是空心的，他真正说的是数据表现出来的结果像是那样。这个区别其实非常关键，因为一旦正式承认月球可能是中空结构，那很多主流理论都会被迫重新解释，而主流科学界显然并不想轻易打开这扇门。这些研究后来虽然发表在学术期刊中，但除了专业圈子外，几乎没人讨论。NASA 后来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月球内部结构比较特殊，因此才会产生异常的地震反应，但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接受这个解释。NASA 在1960年代的重要科学顾问、地球物理学家戈登·麦克唐纳就曾公开表示，根据密度测量、引力数据以及地震读数来看，月球看起来更像一个中空球体，而不是均匀形成的天然行星结构。同样，他也没有直接宣称月球是空的，但他承认数据呈现出来的结果确实像是那样。更重要的是，他无法用当时任何已知的自然形成理论去完整解释这些现象。而 NASA 后来也把这些研究数据封存进档案，直到今天，那些资料依然存在。
只是被埋在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去翻看的技术报告里。但真正让月球人造论争议再次升级的，还不只是内部结构，而是月球岩石本身的成分。1971年1月，阿波罗14号从弗拉毛罗高地带回了一批月岩样本，而这些样本里出现了一些让地质学家极其意外的东西，一些看起来像加工金属的痕迹，不是天然矿石，也不像普通矿物沉积，而是类似工业材料的结构，其中包括黄铜，一种由铜和锌组成，需要人工冶炼的合金，还有云母，一种常用于电气绝缘的矿物，以及钛，目前已知最坚固、最耐高温的金属之一。但真正让问题变得诡异的是另一种东西，铀236，一种理论上不该自然存在的放射性同位素。因为铀236本质上是核裂变后的副产物，通常只会出现在核燃料、废料、核试验残留物或者核反应堆内部。它属于一种人工形成的同位素，是由235在核裂变过程中吸收中子后产生的结果。按照目前主流科学认知，无论月球还是整个太阳系都不存在稳定自然生成铀236的过程。问题来了，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月球岩石里？而提出这些疑问的并不是普通的阴谋论爱好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后续也担任 NASA 核心科学家。1972年接受采访时，尤里坦言，月球的物质构成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在他看来，月球的演化与结构和太阳系所有已知天然卫星的形成逻辑都不相符，同位素配比与地球差异显著，矿物组成也无法匹配任何小行星与彗星。再加上月岩中疑似人工加工的金属物质，以及本不该自然存在的放射性同位素，让整个月球起源变得难以解释。尤里直言，种种迹象都说明月球有着现有天文模型无法完整诠释的起源。他并没有直白断言月球为人造天体，却承认传统行星演化理论根本无法合理解释观测到的所有数据。此后 NASA 虽公开了相关研究结论，这个话题却很快淡出大众视线。尤里本人也极少在公开探讨月球谜题。当旁人再次问及铀236相关疑问时，他也执意有待进一步研究简略回应，后续深度科研探索却迟迟没有开展。珍贵的月岩样本与原始探测数据至今封存于 NASA， 却很少被再度深入研讨。比起月球空心内部结构与异常月岩成分，更为反常的其实是月球运行轨道。它几乎打破了太阳系常规天体运行规律。月球是太阳系大型卫星里唯一公转轨道近乎完美正圆的天体，其余行星卫星轨道都存在明显椭圆、倾斜、晃动。木星、土星卫星轨道偏差显著，火星卫星更是持续靠近行星，终将撞击母体。唯有月球轨道极度平稳，偏差数值不足 1%， 在天然卫星当中极为罕见。除此之外，月球始终以同一面朝向地球，地球上永远无法直视月球背面。天文学将这一现象称作潮汐锁定。漫长引力作用理论上能够自然形成潮汐锁定，可月球同步运转的精准程度远超常规自然现象，几乎没有额外摆动，稳定程度如同被精准固定。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在80年代就做过概率演算，单纯潮汐锁定属于正常天文现象，可完美正圆轨道、超高精度同步自转，再加上地日月尺寸恰好契合，能够形成完整日全食。多重极致巧合同时叠加，早已超出自然随机形成的合理范畴。并不是说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只是概率低得惊人。那位研究人员后来甚至直说，月球的轨道特征看起来像经过某种精密调教，这种精度已经开始挑战传统自然形成理论。当然，他并没有直接说月球是被故意放在这里的，但他也承认，从数学角度来看，这不像随机自然形成的结果，反而更像某种被工程化设计的系统，除非有什么存在曾刻意把它放进地球轨道，并长期维持它的位置。而苏美尔石板里的故事则把这一切继续往更离奇的方向推进。按照部分研究者的解读，阿努纳奇大约在45万年前来到地球，不同翻译版本之间会有几千年误差，但大致都在这个范围。他们来自一个叫尼比鲁的世界，那是一颗沿着超长椭圆轨道运行的巨大天体，它绕太阳一周需要3600年，大部分时间它都停留在太阳系外围，然后周期性返回太阳系内部。而这些存在来到地球并不是为了征服世界，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资源。准确来说，
黄金，但不是为了财富，也不是为了首饰，而是因为黄金在他们眼里拥有特殊用途。按照石板里的说法，尼比鲁的大气层正在崩溃，逐渐失去保存热量的能力。他们的科学家发现，如果把极细微的金颗粒悬浮在大气高层，就能形成一层反射层，把太阳辐射重新反射回行星表面，从而稳定气候。听起来很科幻，但其实现代地球工程学里确实存在类似概念，比如利用大气中的反射粒子减缓全球变暖。而阿努纳奇需要大量黄金，地球刚好储量丰富，于是他们开始在南非地区建立采矿体系。而这里也出现了一个让很多人无法忽视的地方，因为在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盆地以及普马兰加等地区确实存在一些极其古老的矿坑遗址，部分研究甚至认为这些矿坑可能已经超过10万年历史，有些说法甚至推到了20万年以上。而且那并不是简单地表挖坑，而是深层矿井、复杂隧道以及明显带有工程痕迹的地下开采系统。主流考古学通常认为这些矿井是早期现代人类挖掘的，但问题就在于10万年前的人类理论上还只是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那时候的人类甚至连成熟冶金技术都没有，更别说开凿数百英尺深的垂直矿井。可这些矿坑却真实存在，而且古老的惊人。那么到底是谁挖的？按照苏美尔石板里的说法，是阿努纳奇。而后来当他们自己的劳工因为长期高压劳动开始反抗时，阿努纳奇决定创造一种新的生命体，一种混合生命，一部分来自阿努纳奇，一部分来自原始人类。苏美尔文献把这种创造物称为鲁鲁，意思大概是混合工人。也就是说，按照这种理论，现代人类并不完全来自自然进化，而是某种基因干预后的结果。当然，这种说法目前依然属于极具争议性的远古外星人理论，并没有被主流科学证实。但随后石板又重新把重点拉回了月球。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月球带到地球轨道？按照这些记录，月球可能拥有多个功能。第一，它是一座观测站，一个固定在轨道上的平台，用于监视地球表面、追踪采矿活动以及调节地球潮汐。因为按照这种理论，阿努纳奇认为潮汐对稳定地球气候和维持生命环境至关重要，只要把月球放在精准轨道上，就能控制整个潮汐系统。第二，月球可能还是一座中转站，一个处理资源再运送离开地球的轨道基地。石板中甚至提到巨大的飞船会停靠在月球北极附近，像是一座不在地球上的太空港。而第三种可能则更加离奇，月球内部也许还保存着某种人类至今无法理解的技术，能源系统、基因实验室、导航信标。当然，苏美尔人不可能拥有现代科技词汇，所以他们只能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描述永不熄灭的火焰、向上流动的水。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些词更像是在形容某种机械系统。时间来到1970年代， NASA 曾公开过一份研究空心月球假说，提出者是2位苏联科学家，而他们并不是什么边缘阴谋论者，两人都属于苏联科学院成员。他们分析了月球密度、地震数据以及轨道结构后提出，月球可能是一种人工构造体，一颗被掏空并安装了技术结构的天体。当然，这份研究并没有把结论当成事实宣布，他只是提出这种假说与现有数据之间存在一定吻合。 NASA 后来既没有正式支持，也没有真正彻底反驳。这份研究最终被 quietly 封存进档案，直到2014年 NASA 科学家在分析月壤样本时，又发现了另一件再次引发争议的事情：月球上存在大量氦三，一种地球上极其稀有的同位素，而氦三被很多科学家认为是未来核聚变最理想的燃料之一，高效、清洁，而且几乎不会产生放射性废料。甚至很多理论认为，未来星际飞船很可能会依赖氦三作为能源，而月球表面储存着数十亿吨这种资源，大量埋藏在月壤之下。如果存在具备星际航行能力的高级文明，那一颗富含氦三的月球几乎就是完美的宇宙燃料站，可以就地开采、提炼，储存在月球内部备用。而这一切特征恰好和古老苏美尔石板中的记载高度契合。接下来就要说到月球最神秘的区域，月球背面受潮汐锁定影响，
人类站在地球，永远无法直接观测到这片半球。2019年1月，中国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背，创下人类航天史上的首次壮举。这一次任务意义重大，因为月球背面是天然通讯盲区，无法直接和地球建立信号连接。我国专门发射中继卫星才突破技术壁垒，顺利传回珍贵探测数据。而这些数据也带来了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穿透雷达扫描结果显示，月球地下深处存在大量巨型规整的几何空洞结构，这些结构排布规律，形态统一，完全区别于天体自然随机形成的地貌。目前科学界最主流、最稳妥的解释是远古熔岩管道假说，认为这些空洞是数十亿年前月球火山活动留下的地下通道。但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矛盾，科学界证实月球早已沉寂10亿年以上，没有火山喷发，没有板块运动，内部也没有足够热源支撑地质活动，这就出现了难以解答的问题。沉寂数十亿年的月球为何会形成如此笔直、规整、纵深极大的地下巨型结构？参与数据分析的科研人员也曾公开坦言，熔岩管道是当下最贴合常规理论的解释，但这些特殊地下结构并不完全符合已知的月球火山地质模型，存在诸多无法匹配的细节疑点。学界始终保持严谨态度，只提出观测疑问，从未随意下定任何结论。嫦娥4号的所有探测数据都同步共享给了全球各大航天科研机构，但多年过去，业内始终没有公开深入的研讨，也没有启动针对性的后续探测任务。相关原始数据一直封存留存，却极少被大众知晓解读。主流科学界依旧认定这些地下结构是天然地质形成，暂无异常发现。可月球身上的未解之谜远不止于此，月球的年龄悖论更是颠覆认知。当年阿波罗登月任务带回的月岩样本，经过精密测算，部分岩石年龄高达45亿年，甚至比我们居住的地球还要古老。按照经典天体形成理论，天然卫星诞生于母行星的撞击碎片，理论上卫星的年龄绝对不可能超过母行星。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学界诞生了如今公认的巨撞假说。远古时期，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原始地球，飞溅的碎片聚合形成月球。但就连该理论的提出者后来也承认这道假说存在致命时间漏洞。如果月球是地球撞击碎片形成，绝不可能存在比地球更古老的岩石。这也就指向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月球或许根本不是地球原生卫星，它来自宇宙未知区域，是一颗外来天体。古老的苏美尔石板恰好记载了截然不同的月球起源故事。古文明记载中，地球诞生1万年之后，月球才被带入地球轨道。在抵达地球附近之前，月球本身就是一颗成型古老的完整天体。传说中的远古外星文明并非创造了月球，而是发现改造了这颗星体，将它安置在地球轨道，打造出一座悬浮在太空的巨型轨道基地——宇宙设施。传闻中，远古资源开采工程结束后，这颗改造过的月球被永久留在地球周边，无人知晓其最终目的。有人猜测是监视装置，有人推测是遗留的警示。早在上世纪1976年，一位 NASA 科研顾问曾整理大量月球实拍影像，发现诸多无法用自然地质现象解释的特殊地貌、规整塔状结构、疑似桥梁地貌、规则几何建筑群。当时官方统一解释为光影偏差、视觉错觉，否定了所有特殊地貌的特殊性。但在2007年，科研人员借助现代高清成像技术，重新复盘这些月球影像，再次捕捉到月球南极区域的异常结构，还有疑似废弃远古装置的痕迹。研究人员公开表示，这些地貌真实存在，以现有认知不该出现在月球之上，来源至今成谜。而苏美尔石板的末尾还留存着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预言。记载中，一颗周期漫长的巨型天体会周期性回归太阳系内部，当它再次降临，远古文明将会重返太阳系，重启月球的所有功能，再次监测地球。古籍中还留下了隐晦的天象提示，当一颗明亮巨星出现在南方天际，便是回归的开端。巧合的是，现代天文学家常年观测发现，太阳系最外围存在异常引力扰动，有未知巨型天体正在干扰外围星体的运行轨道，这也是天文学界一直寻找的第9行星。科研推测，这颗未知天体轨道周期极长，虽然和古文明记载周期略有出入，但依旧让无数研究者遐想二者是否为同一天体。时至今日，第9行星依旧没有被人类直接观测证实，但可以确定的是，
太阳系边缘确实存在人类未知的巨大未知存在。时至今日，关于月球的所有谜团依旧没有标准答案。主流认知认为，远古苏美尔文明科技落后，只能用神话解读天文现象。但让人费解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精准记录了多颗行星的运行轨道，还率先提出太阳系日心结构雏形。这些超前认知远超那个远古时代该有的文明水平。这些线索无法直接证实月球是改造天体，但也始终无法被现代科学完全推翻、合理解释。如今摆在人类面前的是一连串无法闭环的探测数据，远古文献中超前的工程化记载，和这颗处处违背自然规律、充满疑点的月球。或许所有巧合只是自然偶然，但越来越多人相信，远古文明记录的不是神话传说，而是曾经真实发生、被人为告知的宇宙真相。而关于月球的终极秘密，时至今日，人类依旧未曾真正探明。